这是我来东北2个月最难忘的回忆之一。我身后是齐齐哈尔站，咱们知道齐齐哈尔呢是中国的丹顶鹤之乡啊，所以我现在坐车去到离城区大概25公里外的扎龙镇。Let's go！ 扎龙生态旅游区距离这里27公里，在这里等公交车。大家好，我是阿树。离开上集的满洲里市，我来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别称鹤城。它是黑龙江省第2大城市，地处松嫩平原西部，嫩江自北往南贯穿全境，有800多年的建成史，255年的黑龙江省会史，亦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公元916年，契丹建辽，在济庆河附近设置济庆哈日，齐齐哈尔即为吉庆哈日的谐音。关于齐齐哈尔的历史，咱们在下集再展开聊一聊。齐齐哈尔市呢，被誉为是共和国长子啊。很多游客来到齐市呢，主要是做2件事。一件事呢，就是来看丹顶鹤；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来吃烤肉。然后呢，齐齐哈尔市也被誉为是中国的烤肉之乡啊。然后呢，我现在打车来到了距离齐齐哈尔市27公里的一个镇子，叫扎龙镇。我看资料显示，就是在世界总共15种这个鹤类里面啊，中国占9种，其中呢这个扎龙就占了6种，比较有名的像丹顶鹤、白头鹤还有白鹤。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唯一一个以丹顶鹤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哇，这个积雪很厚，而且特别硬变的。身后是一片芦苇。刚才我跟师姐了解了一下，像齐市这边呢，主要的庄稼是稻谷，还有苞谷，还有一些大豆，主要就3种啊，小麦很少。然后呢，像我身后这片芦苇呢，等它上冻了以后啊，也就是大概12月底吧，这附近的村民呢会把它收割了，因为他们有很多用处的，比如说造纸就是其中一个功能啊。游客是寥寥无几啊。中国扎龙，几位1位？75一位，门票加摆渡车往返。不要摆渡车呢？不坐车呀？啊。往返走7、8公里的路，里边不能补票。咱们看啊，这个就是扎龙生态旅游区的一个游览示意图啊。丹顶鹤野化讯飞时间有3个点：上午10点、中午12点半、下午3点。景区的门票是45元，摆渡车是30元。咱们慢慢走吧，欣赏一下路边的轻浮着的芦苇。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步行过去的。我好久没跑步了，可以在东北的乡村里面跑步挺好。这个牌子上写着扎龙湖满族文化村啊。扎龙2个字是满语的音译啊，在满语里面意思是圈养牛羊的地方。这应该是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一个明星啊，电影演员沈腾啊，他就是齐齐哈尔人。看看我身后这一片芦苇多漂亮，像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稻田呀，风吹麦浪。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像扎龙这个景区里面啊，它有3个时间点会有丹顶鹤野化讯飞的一个，享受一下宁静的大自然多好，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慢悠悠的散步。这两边的是杨树，光秃秃一片了。我反而喜欢这种很宁静的感觉啊！我之所以选择步行去呢，也是想着看看路上能不能遇到一些野生的丹顶鹤。但好像是野生丹顶鹤，因为天气太冷了，都飞走了。然后那边是结冰的扎龙湖啊，
慢慢走。哦，好，师傅，我想问一下，咱们这里有没有野生的丹顶鹤？这名工作人员告诉我，野生的丹顶鹤都飞到南方，比如像江苏的盐城去了，因为那里有不结冰的大湿地。叫鹤云九霄，这是景区员工停车区啊，因为屋顶上积雪太厚了，所以这些员工在铲雪。哦，到处能看到一些标语啊，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四季龙城，八方来鹤，鹤城有礼。这有游船补票啊，蛟龙湖结冰了，可能它夏季的时候也可以游船。鹤立云天的雕像由中央美术设计，并建造高15米。鹤立是指丹顶鹤的叫声高亢啊，云天指飞行高度可达海拔3000米左右，平时飞行高度一般在1000米以下。雪原探幽的感觉太好了，你看那一头飞鸟，看到吗？这一栋叫望鹤楼啊，这雪还挺有特点的，它就是有一段没一段的。千鹤飞花，你看这雪像碎冰一样。经过3天左右的孵化，小鹤会破壳而出，刚出壳的小鹤全身呈黄褐色，毛茸茸，非常可爱，重量只有150克，很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小鸡雏、小鸭雏。小鹤出生后24小时就可以水下觅食，它们是早晨性鸟类，只要可以走路，就要每天跟着父母，一边巡视领地，一边寻找食物。一只雏鹤一天要吃2斤左右的小鱼，吃得多长得快，它们需要高蛋白的食物维持快速生长的需要。小鹤的成长速度非常快，那能不快吗？一天吃2斤的小鱼，2个月就可以长到1米高，3个月学会飞，4个月它的身高和体重就可以和父母一样大小了。这里有一个苏林龟鹤放鹤亭啊，仿照西湖孤山放鹤亭所建。北宋著名隐逸诗人林鹤敬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常在西湖泛舟访友。又有人来孤山拜访，童子便放飞仙鹤告知。因为这里的话，它一马平川的，风挺大的，就吹得像这个刀子一样。好像眼睛是看不见的，因为被这个器物挡住了。哇，好漂亮呀！它们的脖子好长啊，细胳膊细腿的，细脖子，黑白相间。伸长脖子的话，我感觉有1.6米、1.5米那么高。跟它们这种如此漂亮的动物近距离接触，这种感觉很奇妙，而且它们不怕人。哎呀，这个好看，稍微离你远点，来，你去往这。你好。好，走过来，走，哎，走，哎呀，太好了。没事，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好，别咬你，别咬。
这位大哥一直想赶他们，我这希望自然一点好。往里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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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对了，你站起来。哇，我看到它飞起来了。我一离他们近点，他们就飞走了。我刚才看到它们那个展翅的时候以及飞翔的时候，哇，太优美了。我想起我看过一个齐齐哈尔本地人的一句话，他说：“老天爷怎么这么的神奇呢？怎么会造出如此优雅、如此优美、如此高贵的这个动物？”指的就是丹顶鹤。我现在要去追丹顶鹤，即便我的这个，哇，越踩越深啊！我看那棵树上还有好多飞鸟。我的鞋帮子很低啊，所以一踩到雪里面的话，这个雪花就进到鞋子里面了。我现在在寻找丹顶鹤。他们好像刚才飞到那个位置了。你看，这我一走一路啊，深深浅浅的这个脚印。哦，我发现了，刚才飞走那4只丹顶鹤了，现在离我大概100米啊，我慢慢的靠近它们，希望这一次能拍一个它们飞翔的那个画面啊，特别漂亮。看一下我的四周啊。它就在那里，然后慢慢走过去。有一些在抖脚，有一些在这个，扭脖子，姿态各异啊。哦，离那么近了。把整个头都埋到羽毛里面了，好逗。走了好远的路才来到这里的。他们在觅食，好像在。身姿特别曼妙修长，而且它的这个羽毛也很洁白。你看它在轻轻的吻它的羽毛，把长长的嘴巴埋在羽毛里面取暖嘛。诶，它还有一条腿在哪里了？这头也是只有一条腿在地上哦。是为了取暖吗？它们的一条腿上是有电子感应器的，大概是工作人员能够追踪它们的GPS 位置。我感觉他们要起飞了，他们在背对着我了，看他们的脚印了。
我感觉它们有一个安全距离感啊，大概我离它2到3米的时候，它们就要开始离我远一点了。在3米以前呢，它们是可以不动声色的，但是我离它们3米以内，它们就要离我更远的地方去了。你看它们的倒影啊，像不像一幅画呀？啊，没拍到，飞走了。咱们看一下，左边是丹顶鹤的足迹，右边是我的。原路走回去。这丹顶鹤的一个脚印，因为这个雪还挺硬的，如果没有足够重量踩不下去。哦，赶紧找个背风的地方，把鞋里面的雪给抖出来，太冰了，这个脚。哇，这个袜子全湿了，脱了也冷，穿上也冷。第一次来东北过冬啊，没有经验，以后再来的话要穿个那个高帮的雪地靴，太冷了。这是工作人员喂它们的小鱼，看看放在地上，然后它们就飞回来了，好敏锐的一个嗅觉。现在能吃的只是最大这个都在吃，打扰你们进食了。它们吃小鱼的。丹顶鹤背后的小鸟好像在等着它们的腿上有一个圆圈啊，上面写着编号 L158， 还有那么多呢，不吃了呀，不吃明天就被雪覆盖了，还是因为我在这儿。这里圈养了2头丹顶鹤，哦，离丹顶鹤野化讯飞区还1000米呢，走快一点。这里写着冬季封闭状态，暂停营业，禁止翻越踩踏，比翼双飞啊，供游人合照的地方。野生丹顶鹤是候鸟，在东北亚地区大范围迁徙，生存在湿地深处，人们很难见到。而扎龙有大量人工防御丹顶鹤，悠闲地行走在扎龙湿地中。相传在很久以前，扎龙湿地是一片贫瘠的盐碱地，方圆百里只有一座小小的村落。同志们好！现在中午12点半了，是根8块钱的肠。哇，这已经站了一排的人了。还有5分钟开始。啊，这有一个像小山丘一样的高台啊。感觉就我穿的少。听到声音了啊，是不是一群丹顶鹤要飞过来了？有一
一个人双手摇着红旗啊，马上来了。有人赶他们就飞了，应该是这样，就没动静了。咋的？现在饲养员不断的把饲料抛向空中，就希望这个方式把它们挑逗的起飞。但是它们空气太冷了，风大，然后呢，你能发觉，如果它们站着不动的时候，腿都在发抖。所以天冷了，大概能够让它们没有起飞的动力了。我感觉这些鹤宝宝啊，还在训练飞翔的过程中啊，他们还没会起飞。哎，感觉不少游客都挺失望的，因为没看到精彩的起飞啊。无人机丢了，因为没电了，然后它还没回来就自动降落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如此像我踩在湿地里面去找了好一阵子没找到。重点是我现在太冷了，又饿，不然的话我可以多找一点，我怕我失温了在这个地方，所以丢了就丢了吧，安全第一。而且我现在走在的是这个沼泽地里面，我怕它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因为它已经结冰了，但是怕有一些地方没结冰，然后陷进去了。刚才为什么我没找到就回去呢？就是特别饿，然后呢又比较没有方法找这个无人机，所以我刚才回去吃了一桶泡面，把那个袜子给烘干了，然后呢收拾好心情，整理了一下思路，所以呢我又重新来了。我本来想过放弃的，就在我吃泡面，然后情绪一点点稳定了之后呢，我决定趁它没天黑之前再进来找一次。所以呢，我在网上查找了很多攻略，就是怎么根据经纬度来，在地图上显示这个精确的经纬度，然后得出一条导航路线。研究，我跟着地图上那个坐标点不断的前进。哇，太漂亮了这里！这芦苇比人还高。
这是我来东北2个月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哇！给我的袜子穿上了塑料袋，这样子待会儿它出去以后，它就不会全湿了。哇！真正体会什么叫寸步难行。我就是从那片芦苇深处一路走回来的。今晚吃顿好的压压惊。